2025年对于 LPL 来说是颗粒无收的一年，相比24年虽然同样没有冠军，但在打外战上 LPL 战队还是拿下不少胜利的，尤其是 BO5里24年的 LPL 那起码还能算冠军的有力竞争者，但今年一整年可以说每个国际外战离冠军都很远，哪怕是 BO1 和 BO3 都有战果的 AL 也没能影响 LCK 哪怕一个 BO5。比起短期的失败，更让人绝望的是，似乎我们已经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了。在曾经 S5、S6，虽然 LPL 成绩也是一坨，但起码那是有未来可期的选手，有足够吸金的流量大户，整个圈子有钱有人有关注，成绩虽差，但氛围还是欣欣向荣的，还能说明年是最有希望的一年。可随着这些年成绩的逐步低落 ，LPL 现在说难听点，连神都造不动了。对于 LPL 这盘棋来讲，真正的痛点其实不在成绩，更糟糕的是资本对电竞失去信心。冠军俱乐部 FunPlus 退出 LPL，RNG 选手全清已然入土 ，EDG 持续低投入走性价比路线，连曾经最不差钱的 IG 都重组换了老板。Faker 和 T1 的成功并不仅仅体现在成绩上 ，LPL 的失败也不局限在游戏内容上。但归根结底，一切的问题都是发展问题。在我看来，成绩是赛区建设足够好后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现在低迷的原因，是因为大伙都觉得这2年赛区是真不行，我们具备争冠实力的队伍真的太少了。所以想要真正的好起来，不是组5个选手指望他们明年必须夺冠，而是扫清屋子再请客。我们得先有一个足够健康的环境。我一直认为，即便去年BLG击败了 T1， 今年 DOTA 2的叉机拿下了 TI， 成绩上的爆发也不会改变项目的现状。就像之前星期2的李培南一样，夺冠了，大伙非常振奋。然后呢？对于中国星际2项目而言，冠军只是观众们聊以慰藉的天头，但改变不了人才凋零的现实。成绩对于一个电竞游戏项目来说当然重要，但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都不能算大部分。如果我们必须靠击败某个目标才能够获得价值，那本身就把自己放在了配角的位置上。所以太多的从业者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选手，寄托在这种奇迹之上了。只能说对 S8 的一冠救全部有太深的执念了，反而忽略了打铁还需要自身硬。如果夺冠能够解决一切问题，那么 S11 的 EDG 夺完冠以后 ，S12 的 LPL 级应该变得更好。但事实上并没有，联盟心血并没有涌现，新的资本也并没有加入，各个俱乐部的竞争力也并没有什么提升，除了多了一些投钱换流量的赞助商外，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因为根子不在这里。所以2026年开始，我会开启一档聚焦于电竞产业发展困境、突破路径的深度分析栏目。我希望跟大伙聊一聊赛场之下的种种乱象的成因，从赛场外的视角去寻找赛场上的答案。我会从各个层级将电竞圈的资本、舆论、饭圈、青训、假赛剧组等等各个层级大家看过或者隐隐约约接触过的这些问题，从上到下一一拆解给大家。很多问题那真的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甚至你都得先问是不是，再问有没有。就像今年输完以后，看到很多什么 Faker 啊杀死了 LPL，Faker 毁灭了撸啊撸，给 T1 和 Faker 自己玩去吧，反正也是给韩国人定制刷荣誉的这种言论。我甚至还看到说干脆 LPL 转向苏超这种不出去打了自己玩。很多说法呢看着有那么一点道理，但更多的还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除了省脑子好站队，情绪立刻得安慰外，其实并不能有助于我们分析问题。所以想要挖得够深，就需要层层解析。那本期仅免费的部分就有18000字，也仅仅是作为本系列的第一个篇章，是一个基础部分。虽然基础，但也是所有问题的最上层的点。就电竞行业发展当下的困境到底是什么？看完本期，我想你就会清楚为什么我说 Faker 杀死 LPL 和撸啊撸这话它不对了。当然，大家也放心，充电视频依旧会秉承着绝大部分免费的基本原则。至于为什么会是充电视频，我会在充电部分重点说明。当然还是要叠个价，我不能保证我的内容分析全对，但本系列绝对能和市面上90%以上的分析视角不同。我不是说人家不对啊，只是视角和切入点不一样。本期很长很干，建议大伙先点收藏，慢慢再看。那么现在我们就从环节最大也是最上层的部分，电竞行业的困境根源在哪开始说起。我知道会有一些朋友疑惑，不是他妈的聊 LPL 嘛，怎么一下子上升到电竞行业了？撸狗成绩不行，联赛越来越烂，想拉大伙一起沉沦是吧？铜牌赛区闹麻了。别急，上升到电竞行业主要是因为我们要讲的困境并非 LPL 独有，而是所有电竞项目、所有赛区甚至部分国家都会遇到的发展困境，那是产业的共有困境。先通过行业的共有困境了解了整个产业结构以后，我们再在具体的行业问题里、项目中，我们才能分析出主要矛盾它是什么。其实这些年不管什么电竞项目，那都在摸传统体育过河，借鉴传统体育的赛事框架，不管是做杯赛还是做联赛嘛，发展到现在，他们却又殊途同归的遇到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电竞自己的生态内循环造血不足，无法脱离外部输血。电竞赛事是没有办法自给自足的，
在2025年的中国电竞报告显示，电竞行业收入增长在25年达到了293亿，相较于24年有了6%的增长，但和往年一样，直播收入依旧占据整个产业收入的80%。大家都知道，一个行业的营收过于单一，那结构是必然脆弱的，因为任何波动都会冲击到行业的根本，而造成营收单一的原因，本质是因为电竞的产业结构它就是有问题的。要知道，直播收入占电竞行业收入的极端大头，并非25年才是如此，而是年年都是如此。站在宏观视角来讲，电竞虽然不是诞生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但这些年的高速发展，那也离不开移动互联网直播，两者那是互相借力的。可以说，电竞赛事能够触达如此多的观众和用户，互联网直播和内容平台的传播功不可没。你发展的部分源自直播的发展，那收入自然也依赖直播，但这种时代的红利终究是有限的。我们看现在游戏直播平台的股价，也能明白，游戏直播的红利期终究是结束了。同时呢，内容平台的触达上也达到了瓶颈。而红利消失，它展现在电竞里，就是用户规模在最近5年几乎都没有增长，因为新的用户还没长大，而老一辈又极难转换，那用户规模触顶了。这意味着行业从增量时代进入到存量时代，在资本叙事上就不能说，我纯靠烧钱，纯靠流量热度，我拿了冠军就巴拉巴拉来讲故事了。你得讲变现效率，得讲商业增值。但电竞赛事在这一块，那纯一坨呀，所以外部数学马上停了，因为看不见未来，总不能纯烧钱吧。所以电竞寒冬的根源本质和项目成绩关系不大，只是一个行业发展到一个阶段的历史必然。那聪明的观众肯定就会问了，那为什么电竞不能自己内部造血呢？我们拥有如此多的用户，为啥变现如此差？难道真的像某人所说的，电竞观众白嫖党太多，行业赚不到钱，那是观众的问题？先看英雄联盟比赛了吗？你是个锤子，你们给联盟生态贡献那些钱根本到不了联盟口袋里面，你们还天天绑架联盟，谁要你们看比赛？只能说这扯淡，没有任何一个文娱类型的行业会说赚不到钱要赖观众的。与其说是观众在白嫖，不如想想是不是你的产品没能配得上别人花钱。在我看来，电竞目前在变现的核心难题只在2个字：分配。其实我们观察就能发现，在行业生态里，只有中游的电竞俱乐部与电竞赛事的主办方是生长扎根在电竞这片土壤里的，而上游下游其实都不算电竞的原住民。上游的游戏厂商来自游戏行业，手中握着游戏的 IP 版权和赛事版权，是话语权的绝对拥有者。而下游的直播平台和内容平台虽然会支付转播费，但他们同样也有自己的变现渠道。大伙在直播间看的广告啊，发的 SC 啊，产生的流量，平台都能够在大伙内容消费的这个过程中获得收益。现在有多少直播间是纯靠赛事2路流来养活的？想必不用我多说，包括我这样内容生态的 UP 主也能靠赛事流量赚到钱。上游和下游虽然需要电竞赛事提供的内容，但这些赛事内容是增量与护城河，那并非必要的生死线。而电竞行业的中游单位，他们的权利是来自于上游的分发的，可你又不是厂商的核心收入来源，你自然优先级没有那么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没有话语权，在探索和发展上就一定会受限。而其中又以电竞俱乐部这个单位最为弱小，毕竟大部分赛事主办方和运营方都跟上游的厂商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厂商的下属子部门。当然没有靠山的第三方也有，但是极少，也比较难做大。哪怕是暴雪啊这种之前只做游戏的，在决定办 OWL 和守望世界杯时，他们也会专门去收购一家做赛事执行的公司 MLG。 可以说，虽然从生态定位上，赛事主办方和俱乐部都处于中游，但位置人家往往是中偏上的，那属于混合态。所以这样看，俱乐部最尴尬了。他们虽然直接掌握着电竞行业的核心选手，但他们反而最没有保障。看似背后有各大财团、大巨头参与，但这些母公司本质和游戏厂商一样，他们只会把俱乐部当做流量曝光的入口。反正我不需要你直接产生利润嘛，你既然是附庸，自然就没啥实权。所以整个电竞行业的根基就很虚。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和早期富二代投钱创业的时期拉开差距。靠输血能活，自然也没有很迫切的去做商业化探索。电竞它的泡沫就来源于此。你的肌肉不是靠自己练出来的，而是靠输血输出来的繁荣。但这种叙事呢，放在经济上行期还可以，但当下这个稳中向好的时期，就会发现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就像今年奔驰的跑路，人家不是说只退出 LPL 啊，而是连 T1 的赞助都退出了。人家的营销预算还是有的，只是不投电竞了而已。所以赞助这种形式的营收只能是锦上添花，类似于大家工资收入里的绩效部分。但基本工资这块你还是得靠别的呀。对于任何行业发展来讲，稳定的现金流来源就是最重要的。这是我知道聪明的大伙
听到这里，脑子里会有一个疑惑，那我们电竞不是摸着传统体育过河的吗？那为何许多商业化成功的传统体育项目，他们的豪门俱乐部啊，不说过得多穷奢极欲，起码也能丰衣足食啊，即便短期遭遇经济危机，也基本都能熬过去。我们电竞用户的规模和很多传统体育相比，我们不说第一，但数量也绝对不算少了。那为何人家能穿越经济周期，我们就是各种暴死呢？这就得再深挖更本质的部分。首先，为什么要有俱乐部呢？从发展的逻辑看，当然是一个行业逐渐职业化后，就必然有更多的职业分工。但在传统体育的生态里，俱乐部的发展是自下而上的，自然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权。许多项目甚至是先有俱乐部才有的联盟，而权力的归属那就是利益的归属，有权才有利可图。在电竞里，赛事主办方本来就比游戏厂商要低一级，权力已经被削了一轮了，然后这些权力再分发到俱乐部就更低了。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看赛事转播权的发展历程，毕竟这也是赛事最直接的收入来源。如今2026年，电竞赛事在转播权上通常都会采取主办方统一打包售卖的销售思路，就你来买我的赛事转播权，肯定不能只买登峰组的比赛嘛，涅槃的也得打包一起买，不然怎么叫联盟呢？怎么保证每个参与者都有利益呢？但在互联网还没有发达，以报纸加电视为核心渠道的传媒时期，很多体育项目他们是中央共享加地方自治的分发逻辑，就是联盟先统一谈判卖全国或者国际的转播，在这个基础上，每个俱乐部又能在自己的地方单独再卖一次版权，俱乐部能赚2份钱。这种在地方区域的独家经营权，只要经营得当，上限是非常高的。那既然如此，为啥现在这个时代又是集体打包呢？没有办法，每个地方的经济条件是不同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很容易造成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长久下去，下游俱乐部自然就摆烂了，没钱玩不过你，那我不玩呗，最终演变成没对手、没悬念、没意思的恶性循环。这里我说的当然不是 LPL， 而是西甲。可能有朋友不看足球，但肯定听过巴萨、皇马这2个西班牙的足球豪门。这种级别的豪门，他们在地方能卖的转播费，自然不是其他西甲俱乐部能比的。拿13到14赛季为例，当时夺冠的马竞俱乐部转播年收入是4200万欧元，而同时期的西甲小俱乐部转播权仅1800万，而巴萨、皇马哪怕没有冠军，转播费也都能卖到1亿4000万欧。这样的差距自然会让小俱乐部直接摆烂，玩锤子玩。所以15年的西甲开始改革，进入到如今的统一售卖，不让你皇马、巴萨自己卖了，我们一起打包，再按新的规则去分配转播收入，保证了不发达地区的球队也能喝点汤。可以说，事物的发展是有客观经济周期的，而传统体育俱乐部在过往的时代，他们就是能拥有一定的自主权的，只是说为了更大的蛋糕和稳定的大环境，才把这些权利让渡出来。和电竞俱乐部这样交完席位费等上游来分配是不一样的，发展的顺序错了，哪怕制度类似，也会因为窗口期的不同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哪怕现在2025年了，越来越多的体育联盟选择了托管赛事主办方去统一售卖，但仍旧有像 NBA、MLB 这样成功的大联盟还在走传统的中央共享、地方自治。这也是为什么我说电竞现在问题的本质是分配，因为利益的分配本质上是权力的分配，属于中游生态的权力太少，自然利益也少，那当然就难以发展。此时我们从这种产业结构来看，许多行业乱象就非常清晰，比如情绪卖身契、合同陷阱、经纪约陷阱，这种就是因为电竞俱乐部长期处于这种被支配的生态位下，想赚快钱就会很自然的从他们手中握着的唯一资产选手上开始动歪脑筋，抽刀向更弱者嘛。这是行业存在结构性压迫的必然。我不是想帮这些俱乐部洗白，只是我不想单纯归咎到某些个体的失德上。毕竟任何生态位都有道德低下的人，足球的假球也不少啊，但并不妨碍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关键是行业如何调整结构，从制度上去提供保障。所以在之前我聊郭浩的视频里，我提到过一句话，就是对于俱乐部而言，赢并非一切。当时很多观众在弹幕里扣问号，说不然呢？但这其实算一个我表达上的误区。这句话现在更准确点说，应该是如果单位是战队，那么赢成绩当然是一切，但对于俱乐部这样一个综合体来讲，提升赛训水平，提供就业岗位，依法纳税，给投资人足够的回报，提升社会价值，给观众传递正能量，这些看似正确的废话，却真的是俱乐部需要思考和关注的。不是说成绩不重要，而是不能眼里只有成绩。有些人是优秀的战队经理，但不是优秀的俱乐部管理。当然我知道会有朋友说，其实也没必要自力更生嘛。那产业结构上不就注定了电竞是一个吸引流量、助力其他部分赚钱的定位吗？顺其自然就行了。既然如此，顺其自然就行，为何电竞要自力更生呢？就这样继续被输血不行吗？
问题就是以前的投资投的是预期和未来，但现在市场它不买账，没有输血来源了。尤其是俱乐部这个位置，资本市场看透了电竞俱乐部脆弱的本质，看不到它的未来。在健康的商业体育项目里，有成绩应该赚得多，而没成绩也应该能活。对于资本而言，你一个项目说你几冠都有流量，其实没意义啊。告诉我你的回报率，告诉我你的营收，告诉我你的现金流和负债。当时代光环和红利的泡沫退去，你就会发现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项目之间也有差距啊。资本它是一定会流向更高效增值的地方，它不讲情怀和喜好。拿 NBA 来讲，2023年乔丹以30亿美元的价格卖掉了黄蜂队，而当年他的买入价是不到3亿。黄蜂队在 NBA 这些年成绩是拉垮中的拉垮，但从投资角度却非常成功，13年翻了10倍以上，这样的投资回报率那就很能彰显 NBA 的价值。其实传统体育俱乐部在2级市场就已经算不得强势了，体育本来就不算金融回报率很高的行业，但那是和其他行业比。而电竞俱乐部在资本市场是什么样的表现呢？著名球星贝克汉姆就曾背书过一个叫 Guild Esport 的 PPT 俱乐部，主打一个叫做火箭联盟的游戏，而这个俱乐部在上市后基本一点水花没有，那直接爆死了。圈钱的项目骗不到人很正常，但隔壁的隔壁 CSGO 项目著名的 Astralis 却也遭遇到同样爆死的结果。作为当年的电竞上市第一股，A 队在19年上市，但仅仅撑了4年就在23年宣布退市。A 队手握4届 Major 冠军，主打项目又是电竞项目里的常青树 CSGO， 再加上上市时间是他们成绩最好，刚建立完王朝的19年底，那天时地利人和占满，成绩没得说，赶上电竞热，但结果就是如此残酷，股价一路暴跌到退市。纯粹的电竞俱乐部在资本市场走不通了。当然，电竞俱乐部自己也知道，凭他们的财务情况，确实很难让资本直接买账，所以后面许多电竞俱乐部就会炒一些别的概念来丰富自己的收入端，进而让资本市场看到电竞俱乐部的价值。像前面说的嘛，电竞有流量，那我把流量转到其他地方变现不就行了吗？所以 CS 项目的豪门俱乐部 FaZe 就采取了一个电竞俱乐部加网红潮流文化的叙事，就类似于电竞赛事加网红经济的这么一个组合拳，但很可惜市场依旧不买账，股价依旧一塌糊涂。国外的案例对我们撸啊撸玩家来说有点远，我们聊个熟悉的，赌王儿子何猷君创办的新晋威武集团，在创办 V5时他就奔着国内第一家上市俱乐部去的，所以无论是 V5时期还是后面 NIP 时期，大家应该能感觉到他们对于选手薪资是非常克制的，主打的就是有点声量的同时财务状况也保持非常健康。同时他们也和FaZe一样采取多线程的包装，经典的整合资源，然后集团化，把 NIP 啊 eStar 啊这些不同项目领域的俱乐部缝在一起打包，再拉其他公司一起走集团化，这样涉及的业务范围就很广泛。在投资者资料里，他们将自己定义为 Digital Entertainment Company， 除战队业务外，还包含什么经纪、赛事制作、线下娱乐、酒店、发行等等业务。在24年7月，他们也如愿作为中国电竞的第一股在美国上市。可再高明的叙事，再丰富的说辞，难掩他们在生态位上的脆弱。如今的股票价格是这样。传统体育俱乐部在2级市场经常被调侃说买了还跑不赢大盘，但电竞俱乐部在2级市场却差到敢买敢死。如果说这些案例难免有些以偏概全，不能完全说明资本市场对电竞俱乐部的态度，那我们看沙特入局电竞。作为电竞行业在近些年最大的新势力，沙特除了布局了产业上游的游戏领域外，还收购和控股了国外的 ESL 与国内的 VSPN， 这2个公司都是知名的赛事制作公司。但在俱乐部这块，沙特并没有选择收购知名的俱乐部品牌，而是靠买各种分部战队组自己的品牌。猎鹰队在沙特入主前几乎就是个空壳，比起成品俱乐部，沙特很清楚，我直接拿钱去买知名选手不香吗？只有那种实在买不到的，比如 Faker， 那我再作为赞助商入场。所以在整个沙特的手笔里可以看到，俱乐部本身的价值是极低的。这不是某家俱乐部的问题，而是电竞赛事生态结构导致的必然。哪怕你是 T1， 你是 AG， 你是猎鹰，不管俱乐部背后站的是哪个赞助商，什么大财阀，打哪个项目，这个价值困境是所有俱乐部都要面对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行业权力必须要重新分配，不然中游活不下去。从这个角度，大伙也能理解为什么王思聪要搞 ACE 联盟这种组织了吧？可为什么一定要有电竞俱乐部呢？就不能按 V 社希望的那样，就别搞俱乐部啦，只有玩家组战队来打，然后由最强的玩家们分钱，这样不好吗？从逻辑上非常符合部分玩家的设想啊，越强的玩家赚越多的钱，混吃等死的老邓都给我淘汰。从厂商角度，这其实也是最省钱最简单的办法，我的权利和 IP 也不用下放。甚至再极端一些讲，为什么要搞电竞化呢？我想很多玩家也对这些年什么游戏都要搞电竞化感到厌烦。
后者的答案从最浅的角度其实是给游戏续命，毕竟电竞赛事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话题和讨论度。但其实电竞对于游戏最大的价值在于去污名化。游戏本身已经是一个超级赚钱的业务了，游戏圈更是一个超级大的产业。但问题就是游戏的这个钱，尤其在东亚地带，这钱赚的不够政治正确。关掉，关掉，一定要关掉！再不关掉那些网络游戏，小孩哪有美好的未来？而电竞是摆脱游戏污名化最好的方式，虽然看着没啥区别，但不同的名词带给人们，尤其是老一辈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网吧就是没有电竞馆好听，打游戏就是没有打电竞好听，这种去污名化是游戏本身做不到的。而对于游戏产业来说，尤其是国内，最大的敌人就是政策，最大的寒冬就是不给你发版号。所以大伙能理解为什么藤井老大金一波在雅加达夺冠后会喜极而泣了吧？游戏产业需要电竞靠向体育带来的政治影响、文化影响，而基于这点，我们再来看电竞俱乐部为何是电竞行业发展的刚需，是必须发展的环节。其实不管是不是电竞俱乐部，在任何赛事生态里都是最好的载体。只有这个单位可以满足丰富的行政与资本需求，因为其他的生态位都太过于中心化了。藤井总部在上海，那要不要相关的赛事产业就一定会以上海为根？那你在上海吃肉，地方怎么喝汤呢？你参与不进来，因为藤井这种级别的主办方太大了，而所有赛事生态都是如此啊，所以就需要俱乐部这样一个具有弹性的单位来真正打入各个级别。这段可能有点绕，但我们用光谱分布来理解就很清晰。赛事生态的绝大部分单位都是大块头，不存在所谓的小而美，唯有俱乐部是真正的有大有小，大的俱乐部上限无敌，小的俱乐部几个人也能凑合。俱乐部这个单位具备弹性，所以也唯有俱乐部这个载体能适配不同层级的需求。所以判断赛事行不行的核心标准，不是看比赛办多大、奖金有多高、流量通稿买多少，因为这些只要主办方愿意烧钱都能满足。但俱乐部的专业程度是骗不了人的，俱乐部越专业越细分，对人才的吸纳强度越高，竞争强度就越大，也证明越有利可图。我甚至可以说，俱乐部就是赛事类型的行业发展晴雨表。但推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在电竞行业，这些一切都被卡住了，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论证了，电竞俱乐部价值很低，在资本上已经不被看好。原因在于行业生态结构导致了俱乐部必然没权，所以必然弱势，而俱乐部一弱势，行业就很难吸纳资金，就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要发展怎么办呢？游戏厂商也不可能说以后比赛你们自己办，我游戏 IP 直接给你们用了，对吧？这也完全不可能。聪明的观众已经意识到了，电竞主客场啊，这不就是给俱乐部分权最好的办法吗？当年大学毕业的我完全不理解的，电竞为啥要搞主客场？因为从游戏内容的贡献上是完全没有区别啊，在上海打还是在苏州打，99%的观众不在乎，反而还抬高了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但现在站在生态权责的角度，不走主客场，俱乐部就永远没有属于自己的自留地和经营权。那这样联盟席位化是推进不下去的。我俱乐部花钱买席位图啥呢？就图着坐着等分配当孙子嘛。所以这个主场自治权是必要的，而有了联盟席位，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俱乐部背靠着这样一个稳定的联赛，那我才会给你扶持。那这些年下来，电竞主客场成功了吗？我的评价是没失败，但也不算成功，就不应该啊。我们前面明明聊了那么多，就是想证明电竞俱乐部普遍拉胯是行业结构的压迫，对不对？那现在有了主场，分了权，为啥还拉胯呢？这就是我想做这个系列的原因了。电竞作为新生业态，模式各方面都在照抄加对标传统体育，但因为本质不同，结果也会完全不同。有些弯路是得走了才知道的。我们来看看这些年新版本理解是什么呢？在基本职能上，电竞俱乐部能够提供的赛训价值很难拉开差距，也就是说，俱乐部在赛训端没有核心价值。俱乐部在实体上能提供什么？几台电脑，几部手机，我最多桌子椅子给你舒服点，那咱买最贵的，比如某某电竞椅，对吧？然后空间大一些，宿舍租个别墅，食堂搞得丰富一点。可这些成本相较于选手的薪资来讲，几乎可以忽略。就俱乐部是在上海临时路里做赛训，还是在南宁西乡堂去做赛训，还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哪怕是 T1 的大楼有练歌房、按摩室、睡眠舱这些额外配套，但这些配菜都不重要，你还真打不过朱开的鸡汤与麦饭神卷。本质上来说，赛训它是基于游戏厂商搭建的这个游戏平台的，毕竟服务器房间也都属于厂商啊。俱乐部除开训练赛人脉这块有一定核心价值外，我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价值可能就是要保持网络稳定了。东西吧你是？而传统体育则完全不同，运动员对设施的刚需是巨大的，有和没有，好和不好，那差距非常大。
拿篮球项目的 NBA 来讲，勇士队的赛训基地光是全场的篮球场就有2块，还有接近400平的力量房，单独的训练理疗区能提供桑拿、冰冻治疗舱、水疗房等等配套，像什么食堂、休息区、理发店，甚至电影院就更不用说了。而更牛逼的是，勇士队甚至拥有自己的主场球馆大通中心的产权，包括大通中心周边的一些办公楼啊、商铺啊，勇士队都有一定的股份。比方说在球馆旁边的 Uber 全球总部大楼，那这栋楼就是由 Uber 加勇士队共同持有的。而像金州勇士队这样有实体资产的俱乐部在少数。也就是说，传统体育俱乐部它在有成绩、猛赚钱之后，它能够建立基于实体的刚性壁垒，钱能变成资产。而这样的壁垒，电竞俱乐部构建不了。今年赚了钱，只能去买选手，所以电竞俱乐部会演变成熟人圈、关系导向为壁垒，资本投钱进来就只会进个人腰包。可以说，电竞俱乐部它缺乏搭建实体的方向，不知道怎么做。其实不知道怎么做还好，问题是俱乐部也不愿意花精力在这方面。我们拿国内2大联赛来讲，目前最大的俱乐部主场是京东，能承载2000人同时观看；而 KPL 最大的电竞俱乐部主场是南通 Hero 9进的海门电竞中心，容纳1200人。这个容量在电竞品类里算大的了，场馆都能算假币级别，但这个数字依旧无法形成足够的规模效应，它导致线下门票这个重要的现金流来源对俱乐部来说不够塞牙缝。就1年联赛下来，场馆大约能卖20天左右的比赛日，我算你平均2000人全部坐满，人均150，这个其实都已经算很可观的了，那就是600万的营收，比起1000万级别往上的改造成本，说实话不多，就更不用说维系观众你要签的战队明星有多贵了。而且大家要注意到，因为这些场馆往往是需要政府补贴的，跟政策走，所以能拿的地块虽然不至于到乡下，但普遍位于新区。我去过的几个电竞主场都很偏，想通过附近的居民当做茶余饭后的消费很难，日常只能靠偏饭圈的用户。但饭圈妹妹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电竞里能扛线下票房的选手是很少的，何况场馆不是说改造完你就一劳永逸，日常维护、保安保洁、现场的导播、导演、裁判，这些都是支出。我之前觉得线下做的很差，是俱乐部不上心，现在看就是嫌钱少，懒得上心，算算账觉得没必要，所以就懒得卷，懒得弄。赚这钱哪有卡合同赚违约金来的轻松呢？电竞主场上限不足，自然投入的精力小。哎，不对啊，明明 KPL 今年年总搬进了鸟巢 S 赛，在成都2万人的场馆票卖的贼贵，也都能进盘，甚至被黄牛炒到上万块一张，这不是供不应求吗？去年 BLG 对 IG 的台风大战，流量爆棚，想卖票卖个1万张也不是随随便便吗？包括法国的 KC 战队、韩国的 T1 主场日，那票都是疯抢啊！这就涉及到电竞的核心痛点了。当现场观众超过5000人时，这样的活动就被划分到大型演出，因为人流量大后，安全方面肯定有压力啊，肯定不能马虎啊，也需要去协调。看过演唱会的朋友应该都懂，这种入场、散场都会很麻烦。一旦属于大型演出，那么举办的审批流程就会和明星办演唱会一样，走的是每场单独申请、单独审批，办一场申请一场批一场，流程就很长，只适合放在特殊活动和特殊日子。T1 打 IG 这种超级流量入围赛，你当拳头不想放万人的场馆里卖大票吗？没办法，没提前审批啊。即便是 KC 这样有自建主场的战队，他们的主场也就容纳3000人，虽然已经很多了，但这个量级也只能是能过。那按这个逻辑说，办这种大型赛事的主办方应该挺能赚的吧？目前呢，因为没有搜到相关披露具体的数据，我没法给大伙一个结论。但据我的分析，同样也很难赚大钱，因为营收高的同时，你的成本也在剧增。场馆它是租的，你没有那么强的自主性，它不是说你只租比赛日那一天的，得包括调试、场馆搭建、后期拆除，有很多很复杂、很琐碎的事情，包括跟其他演唱会撞时间，那都得协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25年的 S 赛8强和4强完全是连着的，没有任何休息日，可以说非常逆天。你像24年的8强和4强，那就隔了5-6天呢。主办方肯定不至于是故意这样去排赛程，大概率是遇到了不可抗力，比如场馆的时间安排有冲突。所以这种大型赛事虽然上限有，但相应的成本也非常高。而且这种比赛万一什么网红队爆炸了、爆冷了，那主办方真的人晕了。所以就不是单纯我有钱想怎么搞他就能怎么搞的。比如我在调研时听过的一个故事，只是故事不代表真实发生，就是某项目在某地方办比赛时，被要求招标必须指派某安保公司，而该安保的报价非常逆天，价格是800元一个人每天，而最少一场比赛也得安排500到800人，而你想要换一个便宜点的安保公司，抱歉，审批不过，还得被打电话。所以就我们站在上帝视角批评很简单，讲理论也不复杂，但真要去实操去落地是挺不容易的。可以说大型赛事上限虽高，但这个成本就不是普通俱乐部能承受的了，只有赛事主办方厂商这种牵头做才行，而只靠这个又无法变成一个常态化的现金收入，卡住了。不对，我们的赛事不是摸着传统体育的吗？他们为何没这个烦恼呢？这就说
说到点子上了。不管是管办分离还是管办一体，体育项目在审批路径上和电竞有根本性不同。电竞属于审批管理，就和演唱会这类做一说，而体育属于备案管理。国内的 CBA、中超这些体育联赛，他们是一次审批，多次告知承诺，就1年只需要总审核一次，其他的日常比赛你只要承诺别出事就行了，剩下的自己协调，这就有了巨大的流程优势。所以传统体育的上限非常高，场馆不坐满都无所谓，反正我复用成本低啊。而大型赛事如果只靠短期租赁场馆，那么舞台设施无法复用，那单次成本的投入就很高，即便营收高，利润率也会打折扣。站在俱乐部的角度，那高营收的部分没有主导权，而即便投入很大的成本去买明星选手，我去冲一个线下营收，但上限又被锁死了，所以就非常容易死循环，进而开始摆烂。这就是当下 LPL 联盟在这些年推进线下的瓶颈。很多人认为线下业务滞涨的原因是明星选手的批量退出导致门票的滞销，但站在整个盘子的角度，就是我不愿意花更多的成本投入了，因为赚不着钱。你的营收上限被锁死的情况下，降本增效是很自然的选择。毕竟你要突破这层瓶颈，就不是说我花钱能解决了，我们得像传统体育一样拿到审批优势才行，这属于是真被卡脖子了。电竞何时能从社会认知中进入体育这个体系，审批审核这块什么时候能进入到下一阶段，我们都不知道，只能熬着等。所以大伙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年电竞一定要把自己往体育往主流靠拢了吧？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不得不。想要继续扩大，想要生存，就必须获得更大的社会面认可。21年的 TI10本应该在瑞典举办，但瑞典体育局经过投票决定不让电竞进入顶尖体育赛事，这直接导致了除了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参赛人员很难拿到签证。最终 TI10举办时间推迟，并且更改了举办地点。这种层面的问题就已经不是游戏公司能解决的了，本质还是在于社会认可度。既需要一些事件的推动，也需要一些时间去沉淀，在这点上急也没用。但说回头，那电竞为何在行政资源上没法获得匹配传统体育的地位呢？明明我们流量超高的呀，我们也有冠军呢，也上了央视，拿过金牌为国争光啊。要解答这个问题，又得再挖到更深的地方去提问，就是如何去获得社会面的认可。核心词汇只有2个：就业与纳税。行政逻辑和资本逻辑是不同的。一个行业不是说看头部从业者吃多饱，而是多少人靠着这个吃饭。百万曹公一时所系嘛，想要行政资源，证明给我看。而电竞行业目前能提供的非职能岗位太少了，搞点运营、美工加点法务、财务差不多了，再加个电商和直播运营部门，满打满算50人，这已经是电竞俱乐部豪门了。像 EDG 这样还成立了党支部的，在天眼查上交社保的人数也就不到50人，大部分俱乐部其实都达不到。而像 T1 这样的超级大豪门，据他们自己的披露，非职能工作人员也才不到100人。相比传统体育的俱乐部，尤其是上限超高的足球，那他们对于非职能岗的需求就真的多太多了。拿北京国安在24年的参保人数来看，足足有127人。就如果你连相关的外包从业人数都算上，足球俱乐部随随便便都能上300人。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对标腾讯的概念。这还是足球在国内发展不算太好的情况下，国外的足球豪门工作人员是能破1000人的，而 NBA、NFL 这些成熟项目的俱乐部也是能达到小几百人的规模。所以这些俱乐部扎根，它不是嘴上扎根呐，这些人的就业、消费、税收都会直接反映在当地经济上，这些是政绩，也可以说是社会价值。就刘强东再有钱，他不给宿迁提供就业岗位，他不去拉动地方经济，那他就不是东哥，而是强子。电竞要登堂入室，要有社会价值，要打入那些比我们更老、更有权势的年龄层的眼睛里。你不可能去跟你爸爸一辈的说，哎，你知道吗？我是 S6第1个王者，肯定就是看你的就业岗位、平均薪资、营收、税收这些硬指标的呀。大家要知道，中国真的很大，而电竞距离他们真正的用户还是太远。电竞其实是一个非常下沉的行业。据22年的中国电竞产业报告显示，一线电竞用户仅占全国用户的20%不到，而3、4线城市是占比最高的。可电竞大部分的场馆都集中在江浙沪，我理解，因为基础设施存在，政策也有配套，但也因此，电竞线下服务的对象也会局限在江浙沪或者说其他的1线城市。也理解嘛，毕竟我们这种2、3、4、5线的观众呢，人是多，但平均消费能力肯定不如1线，但同时上线也被锁死了呀。大家要明白，1线城市消费能力高，但对应竞争的文娱产品、赛事演出也都是非常丰富的。以普通 LPL 常规赛它能贡献的内容和规模来讲，说实话，在这些城市你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啊。而对于绝大部分分布在全国的 LPL 用户来说，你要专门跑去1线城市去看常规赛，那不脑残嘛？所以得下沉去获得更多的影响力，让地方看到电竞才行。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去开主场，毕竟触达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只有电竞足够下沉了，真的有扎根了，那整个行业的梯度才能得到真正的划分，才能容得下更多高质量人才的加入，并且能沉淀下来。
只是从商业逻辑上这样走很蠢，因为 LPL 也好，电竞也罢，本质是轻资产的网红 IP 经济，而要往下沉方向打，而且还要做能够提供就业的实体商业，那就变得很重了。但这就是迈向下一个阶段，真正能够靠向体育的，我认为必须的钥匙。